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敏，祝观众朋友新年快乐。今天在过年期间，我们节目没有休息哦，展开的是过年特别节目的录影。那么我们要来讨论许多的国际时事。今天先一开始欢迎我们的嘉宾，首先欢迎前成功级舰长黄镇辉舰长，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上志哥，思敏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大家新年快乐，马年行大运。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先关心，在今天的一整集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回顾，包括在去年还有在今年整体的经济表现。我们今天会分非常多的层面来一一剖析。首先，现在要来关心到的就是有关于美债的问题。美债现在出现了失速列车，会否拖垮美国呢？今天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过去10年大家会买美国公债，都会认为说它是非常安全的一个避险的工具，一直代表的就是美元霸权，但是这个神话是否从去年开始可以说是正式的破功呢？我们先来看到一些统计数据，是来自于这个美元神话是否破功的一些支撑。去年5月的时候，可以看到穆迪它直接下调了美国的主权信评，美债直接痛失了它的3A 原本的地位。那么债务现在总额美债已经冲破了36兆美元，光是利息的支出首度就突破了1兆美元大关，并且我们看到在民主党跟共和党两党的恶斗当中，去年我们特别观察到美国政府关门，创下了史上最长天期，达到了43天，导致经济是一度的停摆。华尔街日报这边特别也做了一个示警，一向都是比较挺华府的，但是华尔街日报这一回说，2025年就是美债光环消散的一年了。好，我们来看到这些美银的首席策略师他怎么给投资的建议。他说呢，再来下半场的时候，2020年代下半场投资原则他认为只有一个，就是除了债券之外，你什么都可以买。他特别提到了30年期的美债价格已经腰斩了，包括直接影响到日本的公债重挫幅度高达45%，这不是短期的修正，他认为就是长期债券的一个大熊市的一个发展。另外，我们看到历史学家他也回顾了一些从历史上面来看一个国家未来的前景，特别提到任何大国，如果你在你的国债利息上面支出是高于你在国防上的支出的话，代表未来它的伟大地位其实不会维持的太久，真的是这样子吗？我们要请教上志哥怎么看今年美债2026年的整体发展，会不会成为拖垮美国的一根稻草？特别回顾到会不会重演当初西罗马还有奥图曼帝国债务压垮霸权这样子的一个现象发生吗？我想美债长久以来，过去来讲是全世界当中最稳定的东西，但是在2025年出现了大的波动。那么这个波动也不是突然性的。首先，美国债务或美国政府的债务，严格来说是在美国所有的这个经济结构里头，它是一个心脏。因为一个国家政府它到底欠了多少钱，这个债务本身还不还得起，它当然是一个国家政府运作的最核心的部分。那么过去来说，为什么过去的美债也都欠啊？那因为全世界把这个美国，我们知道美国作为一个霸权的体现，就来自于特别是它的金融货币。那核心无论是美元作为全世界的一个通行的货币的标准，然后包括美国股市吸收了全世界所有的资金在华尔街在投资或炒作，而这里头汇集到政府的心脏其实就是美债。所以过去美债来讲，除非美国倒了，这个国家亡了，否则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债当中，它还是一个存在的一个最核心的价值。因此，美债虽然是美国欠了这么多的债务，但它是全世界的所有其他的国家买它的美债，而且作为一个不会倒、应该不会倒的国家，所以长久以来，那么这个作为可以投资，而且有利息。因此，美债本身的利息长久以来都是我们在观察，包括美国经济或全球经济动荡的指标。2025年就出现动荡了。首先我们知道，2025年是所有前几年，包括中国在内，甚至连美国最友好的日本，包括欧盟，都开始减持，还有沙地阿拉伯、沙特都开始减持国债、美债。那么在2025年减持的比例是加速的。
而且川普就任之后呢，对于整个美国政府的这个怎么用这个政府，它可以说是波澜壮阔的，所以使得大家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个稳定性跟安定性来讲，大家有所畏惧。因此，美债就使得我们刚刚强调的，过去来说长期的，比如说5年、10年的这个长期的殖利率，它利息都是很稳定、偏低的。但是呢，没想到大家对于美国5年后的债务、10年后债务，觉得风险很大、很害怕，所以都抛了。所以因此变成是那怎么办呢？只好提高利率。所以我们每次看到长期的这个殖利率如果偏高的时候，就表示这个东西，包括我们最近日债也是哈，日本的这个货币债务也是一样，国家债务也是，大家就觉得不想持有。那所以市场上只好抬高利息让大家来买。那我想2026年这件事情，它影响性是如何？我认为还是在看美国政府哈，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美国这种明尼苏达州的这种内部的这种碰撞，也让美国社会也进入了逼近内战的这样子的不安。那么包括现在美国的这些债务问题，还是不断的在川普政府的即使收了关税，还是不断的加深哈。但是美债究竟会不会一个非常大的黑天鹅，会对全世界影响？我想，如果要做的话，还是要出现一个所谓完美风暴。是我们知道，其实，在经济当中来讲，美元、美股以及美债当中，它的联动性很高。前面说美元是全世界的货币，前阵子贬得一塌糊涂，可是川普一句话又升起来了，所以这个动荡性其实并没有不好，只是说也表示这个不稳定。美债后面持续不稳定，还来自于会不会有更多国家继续在抛售美债，而且美股本身一旦接下来像 AI 的这个泡沫空头，真正的在2026年，因为很多人说会发生，如果一旦发生，它的联动性也确实会使得美债本身的不稳定加剧，而他们互相牵扯。一旦美债在美国政府的信用以及跟全世界的国际外交关系，大家都失去对于川普政府的信心，我们最近在达沃斯论坛看到的话，如果这个东西继续发展的时候呢，其实确实有可能成为2026年当中以美债拉动或爆破的一个黑天鹅所在。好，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分水岭，从川普政府去年上任以来，尤其在2025年开始，美债的光环逐渐的褪去哦。那么大家对川普的信心越来越低的时候，川普持续的打他的这个关税战，那其他国家也打什么呢？针对美国的美债来把它当成武器化来打川普，到底有没有效？来看几个国家，包括了中国大陆跟欧盟，现在呢都把这个美债当作是一种政治谈判的武器，叫做金融武器来打。中国大陆它针对于川普的关税，直接说呢，不排除大陆会来抛售美债。欧盟也说了，传出因为呢，川普在介入在乌克兰的问题，还有格陵兰的问题，所以欧盟现在威胁要抛售高达73兆美元的美国国债，逼华府回到谈判桌，有没有用啊？舰长怎么看？首先，大家要知道，如果现在发生战争了，台湾海峡发生战争，你手上有一大堆新台币，问你要转投资什么？依据过去的经验，第一个是黄金，可是黄金我先告诉你没有利息，第二重的要命，身上很难放，所以我跟你讲，大部分人其实会依据过去的经验去买美金，因为美金毕竟还是这个全世界最值得大家相信的一个货币，不然你投资别的，你心里会七上八下的。然后美债有多好，你知道吧？现在美国30年期的这个殖利率的那个债啊，它今天我查是4.9%的利率，意思是说每年到年底它给你4.9%。如果我们央行投资了1000亿美金，到年底这个美国就会给他49亿美金的利息。然后他在国内呢，他有这些钱，对不对？他给他放，因为他是靠国内收来的钱嘛，国内的钱存在央行的，央行给他多少利息？2%不到。它最长的利息是大概3年的，大概只有1.7、1.8、1.9。我这样讲好了，这两个差的是大概3%。所以我央行什么事都不做，我买1000亿美金买美国的国债，我一年基本上躺在那里就赚30亿美金，就是1000亿台币，大概是这样。你说好不好赚？那当然就是你要问这个美债到底稳不稳的这个问题。那当然，今天刚上次课有讲这个黑天鹅，我觉得现在是有一只黑天鹅，你要小心的就是啊。当大家觉得心情不稳的时候，都怀疑的时候，有一个东西一定涨价，那个就叫黄金，因为黄金是全世界人类最原始、大家最信任的货币，所以当大家心里在怀疑的时候，金价一定涨。那你知道最近金价涨得不得了，所以
如果我能够在过年的年初的时候给你一个建议，请你今年操作股市哦，你一定要谨小为慎。因为当黄金一直在涨，那代表整个全世界，因为这个金价不是我决定，不是你决定，全世界对这个东西是有一点怀疑的。那至于你说这个各国为什么有的卖有的买呢？这跟各国的这个情况不一样。好比说中国有这么多，它现在还有6000多亿啊，这个美债，因为它随时美国就把它当做一个武器来威胁它，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受威胁的东西。那像什么英国啦、日本啦，它跟它绑在一起的，它怎么能卖呢？那至于你说这个美债会不会变成金融武器哦？当然它是一种金融武器，但这种金融武器类似核弹。什么叫做类似核弹？当你用的时候哦，基本上第一个你自己受伤。我举个最简单的，中国大陆现在有这么多，有6000多亿，我不顾一切我给它卖掉，好不好？卖掉之后，这个跌下来谁第一个倒霉？我卖的人自己啊，因为你卖完之后，你知不知道日本可能买啊，英国可能买？为什么他们跟它是绑在一起的？你以为是日本跟英国支持美国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利益共同体，因为日本有全球最高的1.2兆，英国有8000多亿，你就知道他们绑在一起。我不是支持美国，因为我们的利益在一起，所以你卖，你第一个受损失，我可能不会卖，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难讲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在川普政府的这个执政之下，现在看起来整体来说，不管是美元跟美债都已经失去了过去最辉煌时候的信任。那新任的未来，如果川普选了这个联准会主席，能不能救美元跟美债呢？等一下，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现在目前为止呢，川普已经利用了他的这个自己私人的方式哦，去开除了联准会的理事跟库克，包括了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也被启动了刑事调查。那鲍尔非常的愤怒，他就说他这一次会遭到刑事起诉，纯粹是因为他没有按照总统的偏好来做行事。那么今年1月底，大家知道就是川普提名的这一位是 Kevin Warsh， 他接掌了联准会。确实，现在大家认为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政治指令，而不是联准会不再独立了？所以可以看到美股、美债都跌，那美元也同步转弱。Kevin Warsh 能够改变现在美元跟美债大家对他的不信任感吗？还是他会追随川普的意思？老师怎么看 ？OK， 我觉得鲍威尔生气难过当然是其来有自啦，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人如果不够智慧，你就会可能碰到这样的遭遇。我觉得你看川普这个人，你就是要忠心嘛，你就是要听话嘛，你不听话不忠心，你一直在保持你的这个公正超然立场。他当然要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呢？告诉你说，你装潢的，我盖的 building 都算是你的，我就是要告你。你知道他现在很惨。但重点是，他是一个算某个角叫老实人，那以学经背景不一定输于他这个川普提名的 Warsh， 但是我跟你讲 ，Warsh 假设提名经过他要经过参议院通过嘛，他是1月30号提名的，他如果上来的话，你觉得 Warsh 跟 Powell 有什么差异？我觉得是灵活度。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我们今天时间非常短暂，如果你要我来分析 Warsh 这个人跟川普的关系以及他未来的走向，还有看他历史为什么川普会选他，而从某个角度，川普不该找他的，为什么？他叫做鹰派，他被定义叫鹰派。鹰派是 contractionary 的 monetary policy， 是紧缩货币政策的人。谁？川普不是要降息吗？不是要 expansionary 吗？不是要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吗？那为什么要这样呢？我跟你讲，各位要解读经济学会有点学理啊。这个已经55岁的1970年出生这个人，当然他大学其实也不是读经，他是读公共政策。然后他后来他是 Stanford 的，然后到哈佛大学读的也是法律，他跟这个财经有什么关系？有，他毕业之后呢，因为他有旁修一些跟经济相关的，再跟资本市场还有市场这个经济的学，其实对我们来讲，其实那三脚猫的旁听课。可是他进到了实业界，他刚毕业不久，在1995年到2006年的时候，实务在 Morgan Stanley 做过副总。VP 讲爆脸，有些副总做白金理专的，只是这个玩金钱游戏也没什么，可他够活。然后到2006年，他当然就进到了 Fed。你要知道，在 Fed 的时候，他可以到后来他又回去到2018，但重点2011就下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大家不爽，因为他反当时的 QE2， 这个是一个重点。为什么？大家还记得吗？金融海啸 QE1 在什么时候？在2008年12月的时候丢出了1.725兆。第二次的 QE 在2010年的11月6号到是2011年的
6月8个月每次750亿乘以8是6000亿，加起来是2.325兆。当 QE3 的400亿和 QE4 的450加起来850亿，在2013丢了1年，总那时候就是外债务就冲出 QE 就冲出债券多了3-4兆。我现在一个重点，他为什么要反？奇怪了，不是要救市场吗？那时候是欧债危机，第一次是救金融海，第二次是救欧债危机。他反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通膨起来了。虽然当时不消费，因为这通膨是一个问题。他说你只要丢这样的货币供给增加，你知道我们货币让这个钱流出来有2个，一个降息是这个管价的货币政策，还有一个是那个降准创造货币供给，这是管量的货币政策哦。当然 QE 属于非传统的货币政策。好，那现在重点你会把通膨拉高，因此我不赞成这样那 QE2 好，他退场了，被人家讲他是鹰派，其实不是，各位要去了解他主要的目的是不要通膨。其实他发言2021不讲去年的发言，我觉得川普有看到，你好像不符川普要的降息，不是我要刺激经济吗？你上来你不是鹰派，你就不会降息啦。我跟你讲，不是，他要用另外一种换降息，叫做紧缩性货币政策，讲不好听还是像 QE temper 的概念。是怎么说呢？你就用这个地方来压通膨之后，缩表以后，你就有机会用利率降低是的确会产生通膨，但利率降低更会刺激经济成长。川普要的是经济成长，因此他走这条路。我跟各位讲，其实还是一句话，其实你一定要看到每一个人的属性，他比较活，他要走的路线就是一个，他主要是要抗通膨啦。不过，我们从某个角度刚刚讲的，我还是想讲一下美国。但不管怎么说，因为你只要问到一个问题，他能不能救美元和美债太难，再火还是很难。美债在金融海啸的时候，因为我学这个的，玩这个的嘛，当时10兆外汇存底，不，他的10兆的债务，现在已经36到38%到40，减4倍，短短的7年4倍这个17年4倍，请问这国家怎么了？怎么救？那么容易吗？最重要就是你的 credibility 信誉丧失。重点挖取就是最重视就是 credibility， 你去爬文就知道，这个人学的是因为你有信用你才能发债，美国就是因为他信用发债才有今天可以一直印钞。但是去年2025年10月，中国尝试在香港发了1笔40亿美元10年期债券，结果得到全球去买单，10倍美国自己发的同样利率10倍的认购率。我告诉你，信用已经看到了。中国的信誉远超过美国，所以你要去救美国的美债的信誉有点困难。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战线。